老头在海边钓上了一条好大的红鲤鱼，鳞片闪闪发光，很是漂亮。他心里盘算着，准能卖不少钱，够我跟老太婆花一阵子了。可就在他准备把红鲤鱼装进竹篓的时候，红鲤鱼抬着头望着他，眼睛还流着泪，尾巴不停摇着，像是在祈求老头放了他。老头见了心里一颤，有点心疼，叹了口气说：其实吧，我也不想把你卖了，可这也没办法，我跟老太婆的生存，我们俩没儿没女，又没别的生路，咋办？那条红鲤鱼好像听懂了老头的话，马上不动了，只是在那默默流泪。老头看到这样，又说我这岁数也大了，只好对不起你了。这时那条鱼竟点了点头，这鱼太通人性，老头实在舍不得，再难也就难这一次，不卖了，放了吧，回去跟老太婆实话实说。想到这儿，老头又回到海边，把鱼放回了大海。可这条鱼久久不肯离去，望着老头一个劲摇尾巴，像是在道谢。老头朝他挥挥手，叹着气回了家。回到家，老太婆问老头子今天收获咋样啊？老头叹口气说：甭提了，我今天钓到一条大红鲤鱼，看他可怜就给放了。老太婆听完不但没怪他，还说你做得对，咱苦点没啥，这鱼有灵气，通人性，不是一般的鱼，咱不能伤害它。老头也点头赞成。接下来几天天气不好，没捕到鱼，家里眼看就要断粮了，这个可咋整？老两口在家犯愁，老天爷这是真不让活了。老太婆这2天身体还不大好，老头唉声叹气，把家里最后一点米煮了，拿去给老太婆做点粥。第2天早晨，老头去外屋做饭，一看就惊在那儿，赶紧喊老太婆：老太婆，你快起来看看。老太婆起来一看也傻了，米缸是满的，还有鸡鸭鱼肉，好多好吃的，地上还有不少水，抬头看棚顶也没发现哪里漏雨。俩老人一脸懵，摸不着头脑。老头想甭管谁送的，先做点吃的吧，还饿着呢。就这样一连好几天都有人送好吃的，老头越想越奇怪，决定晚上看看究竟是咋回事。老两口商量好，吃完饭回屋假装睡觉，2人躺着等。半夜11点多，听见门响了一声，老头赶紧起来，悄悄走到门口听着。这时听见外屋有个男孩说：哎呀，这也没吃多少，是不喜欢这些吗？吃不了该坏了。他一边说一边琢磨。老头一下冲出来，拽住男孩的手不撒手，喊老太婆快出来，就是这小伙子送的东西。老太婆出来一看，说好可爱的男孩，这谁家的孩子，咋天天给咱送吃的？这时小男孩看着2位老人，跪下喊了声爹妈。老人一愣，我们没儿子呀，这啥情况？小孩说，我就是您放生的那条红鲤鱼，你们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？我就是你们的孩子，您二老岁数大了，得有人照顾，从今往后我就是您的儿子，给你们养老送终。二老一听觉得太离奇，有点害怕。老头赶紧说，你不会是来找我麻烦的吧？那天我也没想害你，你别怪我呀，这么好看的视频当然要在家买门槛，说到家找装修公司找工厂就上土八兔平台帮验收，合格才付款。男孩赶紧跪下说，我咋会怪您呢？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就是我爹。二老一听这可能真是来报恩的，高兴坏了，终于有孩子了。虽然是鱼精，也特别高兴，跑上去抱着小男孩不撒手。这时小男孩说，爹妈，我不能在岸上待太长时间，得回水里了。二老恋恋不舍，松开手，小男孩赶紧回了水里。后来老两口干脆省钱买了一口大水缸，让小男孩缺水的时候就直接待在缸里。就这样，这鱼精儿子便陪着二老幸福的生活着。小小的屋子充满了欢声笑语，愿听我故事的人都能幸福到老，财源越来越广进，家庭越来越兴旺。